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呢是星期天啊，现在是早上的8点多，太阳升得还不是很高。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天呢是星期天，前天啊是新加坡独立60周年的纪念日，我们呢也专门看了新加坡的一些报道，学习一些东西。我们感兴趣的呢是新加坡啊，就是他们的这个华人怎么在这个西方世界，对吧？或者说全球发展的很好啊，我们对这个很感兴趣。那么也总结了一些小小的经验。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呢，在1965年8月9日啊这一天呢，发表了新加坡的独立宣言。他是这么说的啊：自由与独立永远是人民的神圣权利。我李光耀以新加坡总理的名义，代表新加坡人民与政府，宣布从1965年8月9日起，在自由、正义、公平的原则下，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主、独立与民主的国家。我们是将在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里，永远为人民大众谋求幸福和快乐。那么这段话呢，虽然已经过去了60年啊，但是现在看，依然还是能够振奋人心啊，并且感觉是永不过时的。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呢，一个面积只有北京1/5的城市和国家，人口还不到600万啊，在60年前，没有资源，没有工业，连喝水呢都要靠马来西亚供应。几乎当时所有人都觉得呢，新加坡这辈子啊都翻不了身。但是60年后啊，新加坡成了全球最富裕、最安全、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人均的 GDP 呢，世界前列，金融中心、航运枢纽、教育和医疗呢，都排进了世界前几名。护照呢，更是全球的前3名里面啊。是常年的。对。更特别的是什么呢？新加坡75%的人口是华人啊，其他25%呢是其他的一些种族。它的成功呢是全世界华人的一张金色名片啊。它向世界证明，就华人不仅在唐人街里做生意，也能在世界中心的金融街啊，在国际谈判桌上赢得尊重。它呢也证明，就是华人完全是可以和全世界各个种族的这个人啊，是可以和睦的生活在一起啊，并且一起创造出胜利的。对，在国际的谈判桌上赢得尊重，尤其是在今天啊，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像美国的川普总统向全球发动关税战啊，对，就连一直和新加坡类比的瑞士啊，最近都被征收了39%，接近40%的关税啊。而我们称为亚洲的小瑞士，对，新加坡居然啊只被美国征收了10%的关税。这个关税要知道，连欧盟啊，美国悠久以来啊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这样的一个盟友，都要收15%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聊啊，第一呢，新加坡它是怎么做到的啊？第二呢，就是为什么新加坡的华人啊，在海外普遍比其他地方的这个华人，比如说中国大陆的华人啊，要发展的更好。在1965年呢，刚独立的新加坡是这样的啊，街上呢是简陋的棚屋和杂乱的摊位，港口啊也堆满了货箱和麻袋，空气中啊有鱼腥味和柴油味，失业率高，治安差，种族矛盾很严重。李光耀和他的团队知道呢，新加坡没有资源啊，只有靠人。但是人呢，新加坡当时只有几百万人，并且呢，他也不是说这些人啊有很多是精英，对吧？因为这些人啊，他和当时从那个中国大陆啊跑到台湾去的不一样啊。那当中有很多是
精英啊。但是呢，在新加坡啊，基本都是大家下南洋去打工赚钱的啊，也都是一些普通人。那么李光耀他们知道呢，就是如果要活下去啊，就得想清楚怎么样治理人啊。新加坡呢，定英语为官方语言之一，小学开始呢就用英语授课啊，大力推广英语为国家的战略核心之一。这个是他们第一个策略，就是语言一定要国际化。在当时那个时代呢，其实我们中国人的心态呢，就是觉得啊，这是一种崇洋媚外，对吧？包括亚洲其他国家吧，日本啊也会有这种想法啊。包括当时在台湾的蒋家王朝啊，老蒋那个时候呢，虽然军事上啊一直依赖着美国这支持，但是呢，他也没有普及大家去学习英语啊。李光耀先生呢，他觉得呢，学习英语这并不是为了崇洋媚外啊，而是为了实实在在的生存下去。因为英语是全球贸易和科技的语言啊。其实新加坡人的语言吧，英语啊，口音还是很新加坡的啊。它有一种就是中国南部的那种广东话啊什么话，对吧？就混合在里面那种感觉。但是呢，这没有关系啊。贵在使用，就你语法很流畅，对吧？能够沟通、表达、学习啊就可以了。在新加坡，其实很多基础行业的新加坡人啊，也能自如的用英语表达观点啊。这个呢，就是国家长期政策的一个结果啊。我记得我们在泰国旅行的时候啊，遇到过一个新加坡的导游，那个导游呢，差不多也60岁左右啊。是个女的，那么她一个人呢去这个泰国，当时我们是在一个叫帕冲的一个小城啊，那么她来这边呢开发一个小众的旅游路线，我们呢就住在一个宾馆里面，那个宾馆下面呢就是有一个苏格兰人和泰国人夫妻开的一个咖啡店啊，那她呢就很流畅的啊，就可以和那个苏格兰人呢用英语交流。因为在那里呢，就是一个小城嘛，租赁车啊什么的不是特别的方便，并且就是他也就住个2、3天吧。那个苏格兰人他有一辆那个吉普车啊，像那种就是过去军用的那种吉普车一样。所以呢啊，就是后来苏格兰人呢就免费带他啊开车去周边的一些路线啊。我们啊，虽然也是每天去那个苏格兰人那边喝咖啡啊什么，但是啊，就感觉我们和他们的交流呢，就比较浮于表面吧，就没有像那个新加坡的那个人啊，就沟通的那么好。还有呢，就是我小时候啊，就有一个邻居啊，是一对大学生的夫妇，他们呢是70后啊，差不多大我1轮吧，那么都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的啊。那个男的呢是一个东北人啊，他老说他自己是那个满洲什么八旗子弟啊，但是这个人确实很聪明啊，就为人处事啊各方面啊，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其实我觉得上海还是挺排外的一个年代啊，就你外地人。尤其啊，就你要在上海像租房子什么，就像我们今天在欧洲租房子一样，很难的啊。就商业环境毕竟没有像现在那么浓郁，对吧？他们呢都是在上外里面学习那个俄语的啊。就这个可能有一些历史原因啊，因为我这个年龄人其实也不知道了，但是他们就当时都是学俄语。那么他的老婆呢？就有一个优点，就是他老婆英语也学得好。他老婆是个杭州人。后来呢，就他老婆呢就在那个美联航啊，在虹桥机场工作。那时候上海只有虹桥机场。他呢就没有找到工作啊，因为学俄语，说实在的，工作不好找啊。但是呢，他后来很勤奋啊，他后来就在上海就骑个自行车啊，就天天去找工作，去面试。给他找到了一个台湾的公司啊，是做那个就是海霸王这样的公司啊。
我永远啊，我当时记得就是他拿了第1个月的工资啊，他买了一块手表，在我面前就是给我看啊，是一个英纳格的啊一个机械表，大概人民币是在1000多元吧，但是在当时啊，这个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就在当时，就他们租的那个房子吧，就房租也要大概可以租2、3个月啊，2个月应该是啊，就可以买一块这个手表。他当时还跟我说，他说男人啊一定要有一套西装啊，因为我当时是个中学生嘛，所以就我对那个就是他作为一个上外的大学生，对吧？就我还是会觉得他知道的很多啊，我是很愿意跟他学习的。那么他呢，还有啊，经常给我们吃那个巧克力啊，吃那个 Godiva 的，都是这种一大盒一大盒的啊，这种巧克力，手工巧克力。我们那时候哪里吃得起这个呀，对吧？都是吃那些什么生分朱古力啊，还有一些反正就是什么大白兔奶糖之类的啊。费列罗那时候都很少，都没有，我记得好像是那个时候都没有啊。还有呢，他会拿那些各种的进口的饮料啊，这种就小的那种进口的什么可乐啊，什么各种饮料啊，还有就是一些杂志啊，就给我看，那些杂志都是全英文的啊，但是怎么说，那些杂志都是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啊，非常的裸露，对吧？啊，当时就是像我作为一个学生啊，我就觉得更是啊，就从来没看到过这些东西啊，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啊。所以我觉得学习语言这个东西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法治和规则啊。新加坡呢，它的腐败率呢是全球最低之一，它的法律严格到连乱扔口香糖都会罚款，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会被重罚啊。听起来很苛刻，但这种社会环境呢，就让很多国际投资者放心啊，因为这个定的规则很细嘛，对吧？你说吐痰啊、乱扔口香糖啊，这些都定的特别的细，特别的细，让人家感觉什么？就是模糊的东西就很少，对吧？就人家尤其外来人啊，他和你没有建立信任之前，他跟你做生意啊或者合作什么的。啊，就你的规则定得很细，别人就觉得啊，你这个就是感觉啊有诚信，对吧？我觉得这个和李光耀先生他曾经是学法律的呢有关系啊。因此呢，像新加坡政府的合同啊、法规啊，对吧？就很少有人敢去钻空子啊，因为呢，它定得很细，它的漏洞就少，并且呢，就你要违反了以后啊，它的这个法律惩罚也很严重，代价就很高，对吧？第三个呢，就是人才战略啊。那么新加坡的人口少，但是它的精英比例可是不少的啊。这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以色列，对吧？啊，以色列啊，当然了，现在以色列在这个加沙的战争当中啊，就是大家国际上的对它的口碑啊什么，对吧，就会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欧洲啊。最近欧洲还接受了很多那个以色列的加沙那边的一些儿童啊，就是那个饥饿什么的那些儿童啊，怎么说呢？这是以色列现任的啊，他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对吧？就你和所有的以色列人来讲，也不能说是他们所有人的问题啊。那么像那个以色列啊，他们也是的，就是虽然人口很少，但是他们的什么诺贝尔这种奖的获得者啊，科学家呀，对吧？反正就是精英的比例是很高的啊。那么新加坡政府也一样，新加坡政府呢，他们每年啊会花大钱送最优秀的学生呢去哈佛、牛津还有剑桥留学啊，签订合同啊，要他们毕业以后呢必须回国一定的年限啊，就要工作嘛，对吧？就你国家为你付钱啊去深造，回来以后你要报效祖国啊。那么这批人回国以后呢，成为了金融、科技、外交等领域啊的中坚力量。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新加坡的那个前外长，对吧？就外交部长杨荣文 George Yeo 啊，那么政府奖学金的获得者，他呢是去英国深造，
剑桥大学毕业，又去美国哈佛大学的商学院获得了工商管理 MBA 的硕士学位，对吧？还有就是像那个现任的总理黄循财 Lawrence Wong 他也是获得新加坡政府奖学金前往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呢获得了公共行政硕士MPA 那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是很多的像那个现任总理黄循财的这个例子也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父亲嘛，就是普普通通的在中国海南乡下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然后他们去那个南洋，对吧？就从一个最普通的人就因为他的这样的政策，最后做到现在的这个国家总理的这个位置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先讲到这里吧明天再讲下面的部分因为我觉得我的喉咙讲的有点累了谢谢大家。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关注我的这个频道明天我们再见，谢谢。早晨其实也有很多人大家各忙各的，